到了这个年纪，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葬礼参加的比婚礼多。我常常坐在葬礼的第一排，看住那些穿住黑色礼服的人，但我看到的不是悲伤，而是算计。我看到儿子眼里闪烁住对遗产的渴望，我看到合死人脑子里盘算住股权的分割，我甚至看到死者生前最爱的孙子正急不可耐地想要卖掉爷爷的老房子，去换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这很残酷，但这就是真实的世界。你们很多人都在羡慕我，你们羡慕我是伯克希尔的副主席，羡慕我有几十亿美元的财富，羡慕我受人尊敬。你们看住我的银行账户，觉得那是天堂。但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能钻进我的脑子里待上1分钟，你们可能会吓得逃跑。因为我这辈子见过太多富裕家庭的崩塌，见过太多聪明人因为一个愚蠢的念头而输得精光。很多人问我，查理，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们期待我给出一个股票代码，或者一个预测未来的公式，但我给他们的回答往往让他们想打我。我告诉他们，我这辈子之所以能成功，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懂得如何避免愚蠢。你们在谁命追求赢，而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确保自己不会输。今天我想和你们聊聊我这99年来看到的关许钱、关许人性、关许爱的3个最致命的幻觉。这3个幻觉正在像白蚁一样悄悄蛀空你们的银行账户，腐蚀你们的灵魂，甚至毁掉你们最爱的孩子。这不是危言耸听，请看看你们周围，为什么有那么多穿著名牌西装、开住豪车的中产阶级，每天晚上却焦虑地睡不住觉？为什么有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在股市里像赌徒一样输掉了孩子的学费？为什么有那么多含住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最后变成了吸毒者和废物？这一切的根源都在碗里你们相信了错误的东西。今天我要把这些裹住糖衣的砒霜一颗一颗地剥开给你们看。首先，我们要谈谈第一个致命的陷阱，我称之为贫穷的税收。这是一个专门为中产阶级和渴望变富的年轻人设计的局。你们环顾四周，看看现在的社会，商家和广告商利用了人类大脑中最原始的弱点，那就是多巴胺和社会认同感。他们告诉你，消费就是幸福。他们告诉你，你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拥有那款最新的包，没有开上那辆最快的车。这在心理学上叫做狄德罗效应。也就是说，当你拥有了一件新物品后，为了与之匹配，你会不由自主地配置更多的新物品，最后陷入一种欲望的死循环。我就见过这样一个年轻人，我们姑且叫他约翰。约翰是个优秀的律师，年薪几十万。按理说他应该很富足，但他却是个典型的月光族。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精英律师，他必须开一辆豪车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烟是他贷款买了一辆保时捷，有了保时捷，他觉得自己住的公寓配不上这辆车了。咖是他又换了大房子，换了大房子，他又觉得家具不够气派，身上的西装不够高档。就这样，他一步步把自己变成了银行的奴隶。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不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而是为了支付这些身外之物的利息。在我的眼里，约翰虽然穿着阿玛尼，但他其实是个穿着华丽囚服的囚犯。他缴纳了一种全世界最昂贵的税，叫做面子税。这是一种自愿缴纳的智商税。很多人以为花出去的钱才是财富，错了，大错特错。花出去的钱是别人的财富，只有留在你口袋里的变成了资产的钱才是你的财富。我和沃伦·巴菲特这辈子最不喜欢的一件事，就是通过消费来证明自己。你们如果在大街上看到我，会发现我开住普通的车，住几十年的老房子，坐飞机经常用经济舱。有人嘲笑我是吝啬鬼，我从不生气，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可怜，他们需要靠外部的积分牌来证明自己，而我不需要。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的账户里躺住的是真正的士兵，他们每天都在为我攻城略地，产生复利。如果你想在未来10年翻身，你必须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这种为了给别人看而进行的消费。当你想买一个昂贵的东西时，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东西不能发到社交网络上，如果我周围的人都看不到我拥有它，我还会买吗？如果答案是不会，那就立刻把钱包收起来，因为那不是你的需求，那是你的虚荣。把这笔钱省下来，这就是你未来的子弹。这就引出了我要说的第二个陷阱，也就是投资的幻觉。当你终的省下了一笔钱，有了子弹，你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是急躁，是想赚快钱。我经历过大萧条，经历过互联网泡沫，经历过金融危机。我见过太多人在美联储降息的时候欢呼雀跃，觉得机会来了，牛市来了。让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故事。1999年，互联网科技股疯狂上涨，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传统行业过时了，巴菲特和我过时了。我认识一个非常聪明的基金经理，叫迈克尔，他是斯坦福的高材生，智商绝对超过140。一开始他还能保持理性，知道那些科技公司没有利润，估值太高。但是当他看到身边的傻瓜都在赚钱，当他的投资者开始质疑他为什么跑输大盘时，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了。这种心理压力在心理学上叫做社会性强迫。当整个系统都在奖励错误的行为时，保持正确是极其痛苦的。迈克尔最后没能扛住，他在泡沫最高点冲进了科技股，结果你们都知道了。2000年泡沫破裂，他的基金在3个月内亏损了70%。他不仅输光了客户的钱，也输光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后一次见他，他眼神空洞，头发花白，完全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他输在哪里？他输在相信了3个幻觉。第一是财富幻觉，当降息周期开始，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上涨，你的股票涨了，房子涨了，你觉得自己变富了，但这只是数字游戏，因为通胀也在涨，汉堡的价格在涨，医疗的费用在涨，你的购买力其实并没有增加，你只是被名义上的数字欺骗了。第二是能力幻觉，在牛市里赚钱太容易了，你买什么都涨，严使你开始觉得自己是股神，觉得自己有天赋，其实你只是运气好，站在了风口上。正如沃伦所说，只有退潮的时候，你才知道谁在裸泳。那些在降息周期里靠运气赚来的钱，通常会在加息周期里靠实力输回去。第三是安全幻觉。
当市场波动率下降，股票稳步上涨时，你觉得风险很低，建议是你开始加杠杆借钱投资，但这是最危险的时刻。低波动不等于低风险，这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如果你习惯了用最近3个月的经验去推断未来，你就会死得很惨。我和沃伦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并且赚到这么多钱，不是因为我们在牛市里跑得最快，而是因为我们在熊市里活了下来。我们从不做空间套利，也就是试图在同一时间买低卖高，战胜市场上的对手，那是天才玩的游戏。我们做的是时间套利，我们在时间的错位中寻找机会。当别人都疯狂的时候，我们恐惧，我们持有现金，坐住不动；当别人都绝望的时候，我们贪婪，我们进场捡便宜。这需要极强的定力，这是一种违背人性的修炼。如果你想投资，请记住我的一个原则：利率就像物理世界里的引力，当利率降低，引力减弱，所有资产都会飘起来，连垃圾都会飞上天，但引力总会恢复。当利率升高，那些飘在天上的东西会重重地摔下来。你必须确保，当引力恢复时，你脚下有坚实的土地，而不是在万米高空自由落体。说完了钱，说完了投资，最后我要谈谈一个更重要的话题，那就是传承。这也是很多富裕家庭和中产阶级最容易犯的错误。我有8个孩子，几十个孙辈。人们常问我，查理，你打算给孩子留多少钱？我的回答是，我每天都担心给他们留的太多。我见过太多含住金钥匙出生的孩子，最后变成了社会的寄生虫。为什么？因为父母太爱他们了，这种爱变成了一种诅咒，我称之为经济吗啡。当你把一大笔钱给一个还没有建立正确价值观、没有受过苦的孩子时，你实际上是在剥夺他在这个残酷世界上独立生存的能力。想象一下，你养了一只鹰，你每天喂它最好的牛肉，把它关在恒温的笼子里，不让它经受风吹雨打。你以为这是爱，但等到你老了死了，这只鹰必须自己面对天空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3天都活不了，因为它忘了怎么飞，忘了怎么捕猎。它只会站在树枝上，等住牛肉从天上掉下来。现在很多父母就是在做这样的事。你们省吃俭用，给孩子买名牌，安排最好的学校，甚至帮他们买房买车，解决一切麻烦。你们剥夺了他们受苦的权利。我告诉你们，有3样东西，我坚决不会留给我的孩子。如果留给他们，那就是给他们喂毒药。第一样是超出他们管理能力的巨额财富，钱必须跟能力匹配。如果一个孩子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自制力，给他巨款只会加速他的毁灭。他会用这些钱去买更贵的毒品，去赌博，去过糜烂的生活。我和沃伦的观点一致，给孩子的钱应该刚好够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但又不至于多到让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用做。第2样是特权感，这是比钱更可怕的东西。很多父母动用关系帮孩子解决学校的麻烦，帮孩子找工作，这让孩子觉得规则是不适用于我的，我是特殊的，这就培养出了傲慢，而傲慢是灾难的开始。在伯克希尔，我和沃伦有个规矩，我们的孩子不能因为姓氏享受任何特权。他们想进公司，
必须像普通人一样投简历，从基层做起，因为只有通过自己努力赢得的东西，才能带来真正的自尊。靠父母的特权得到的，内心永远是虚的。第三样是必须完美的期待，这是很多中产阶级父母的通病。你们自己活得焦虑，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你们要求孩子上名校、进投行，每一步都不能出错，这不是爱，这是情感绑架。你们把孩子当成了投资产品，这种压力会摧毁孩子的创造力和幸福感。我对我的孩子只有3个要求：诚实、勤奋、可靠。只要做到这3点，哪怕他是个园丁，我也为他自豪。那么，如果不留钱，不留特权，我们该留什么给孩子呢？我留给孩子的是2样真正的传家宝。第一样叫做苦难的疫苗。现在的父母想把孩子放在无菌室里，但无菌室里长大的孩子免疫力最差。我年轻时经历过离婚、丧子、贫穷，甚至切除了1只眼球。这些苦难没有打倒我，反而让我变得强大。所以，当孩子遇到挫折、被拒绝、遭遇失败时，不要急住去帮他，告诉他这很好，这是在打疫苗。这种在逆境中重生的能力，比任何信托基金都值钱。第二样叫做思维的框架。我留给孩子最宝贵的不是股票，而是我书房里的书。我教他们如何用数学算概率，如何用心理学分析人性，如何用历史预测未来。这就是普世智慧。在这个变化的世界里，技能会过时，但思维逻辑永远不会。教给他们这套思维体系，就像给了他们一个指南针，无论被扔到哪里，他们都能找到路。各位，我活了99年，人生其实很简单，它不是一场关谁赚钱更多的比赛，而是一场关谁能更清醒、更理智、更长久地活下去的修行。如果你能戒掉面子消费，你就赢得了财务的自由；如果你能戒掉投资的贪婪和幻觉，你就赢得了时间的复利；如果你能戒掉对孩子的溺爱和控制，你就赢得了家族的传承。这3件事听起来都很逆人性，很难做到，因为人性天生喜欢炫耀，喜欢走捷径，喜欢安逸。但正因为难，所以值得。当你老了，回首往事，我不希望你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了名牌包、豪车和焦虑的空壳人生。我希望你看到的是一个因为自律而自由，因为智慧而富足，因为爱而独立的丰盛人生。别再想住一夜暴富了，那是给傻瓜准备的陷阱。去做那些无聊但正确的事，去读书，去思考，去延迟满足，像个斯巴达战士一样严格要求自己，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再长远一点。我是查理芒格，希望我的这些话能帮你们少走几十年的弯路。从今天开始，停下那些愚蠢的行为，这就是对你自己，也是对你家人最好的负责。